我们这款茶可以治疗鼻炎、发烧、荨麻疹等症状。没错。这款小雅，为你写了3年的稿子，砸了无数的资源，终于把你捧成了头部主播。陈总，主播薇娅说我们的花茶能治癌症。这也太乱来了，必须去马上治治他。走。秦明，你老婆虚假宣传，都快把我们的花茶吹成神药了，还私自改价，合同约定好1800的学习机，他直播间卖2800。不要5000，不要4000，不要4000，只要2800。节节高，学习机带回家。怎么回事？薇娅是不是拿错台本了？秦总，薇娅姐说您写的稿子不够劲爆，所以就自己准备了。放心，我马上让他停播。秦总，你的能力我们一向服气啊，没有你，我早就破产了。但是他实在是太离谱了。他要不是你老婆，我一定告诉他，大家这么多年积攒的口碑都要被他败光了。是，实在对不住，我会立即发表声明，挽回大家的损失。2位慢走。我熬夜通宵帮你选品写稿，让你从无人问津到现在销售额破亿，你怎么能做出这种自毁前程的招数？你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中到我的直播？小雅，你怎么可以在直播间做出恶意抬价和虚假宣传这种事呢？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公司的业绩，而且那些粉丝又蠢又爱贪小便宜，买贵了都是他们自找的。小雅，你这样蒙骗粉丝和商家是自断生路。自断生路？你秦明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话？以我现在的名气，你和商家都得跪舔我。说得好，小雅，你在这拼死拼活，人家还不领你的情。要我说啊，别在这受气了，不如你来我这，我给你开一家公司，我肯定能把你捧上带货榜榜一。我肯定能把你捧上带货榜榜一。薇娅，你什么时候跟你的初恋搞到一起了？秦明，小雅爱的人一直是我。哎呀，看到了吗？劳力士啊，小雅送我的生日礼物，好看吗？这什么玩意儿？他说的是真的吗？范建结交都是江城名流，当然需要一块好表傍身了。薇娅，我那么信任你，我带团队为你冲带货一姐的名声熬了3年，这就是你的答复。秦明，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带货一姐的名声都是我自己拼出来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薇娅姐，你忘了吗？要是没有秦总帮你直播间根本就没有人。我承认，这3年都是秦明带我做出来的。但我能成为头部主播，靠的都是我的个人魅力。他秦明只会躲在我背后享受成果。就是软饭男，臭不要脸。可是每次直播前，要不是我替你严格选品撰稿，出岔子的时候我就……对，错都是我犯的，功劳都是你的。在我爆单的时候切断我的直播，让商家投诉我，并且让我道歉。你不就是见不得我好，不想让我离开你吗？小雅，他就是嫉妒你，才处处打压你，生怕建筑只认你不认他。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才会嫁给你这么个小肚鸡肠的男人。秦明，我告诉你，我不仅要离开公司，我还要跟你离婚。这是离婚协议，签字吧。薇娅，你还有没有良心？你知不知道，刚刚几位老板多生气，都是秦总替你。良心。小雅这些年替九州甄选挣了多少钱？
还有那些商家和粉丝，哪都是冲着小雅名气来的。没错，我这些年给九州甄选赚的钱，都够我自己开一家公司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些年赚的，还不够我帮你擦屁股赔的？还有那些商家，你真的以为他们是看得上你？那不是小雅，难道是你吗？以前是小雅不跟你计较吧？跟你离婚之后，我就要跟范建成立一家新公司，跟你再无半点瓜葛。薇娅，你终于不装了是吗？切，我才不会让你继续扒着我吸血呢！少废话了，赶紧签，签完好聚好散。原来好，我去。希望你不要后悔。你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后悔的人只能是你。离了我，你和你那破公司就等着倒闭吧。秦总，他怎么能这样？出轨还能理直气壮的指责你？他真以为开公司直播那么简单吗？他以为能走到今天靠的是他自己，那就让他自己撞个头破血流吧。各位啊，这位就是薇娅，大名鼎鼎的头部带货主播，也是我们这家新公司的合伙人兼总经理。大家欢迎！听说薇总之前是九州甄选的头部主播，跟着威总啊，我们肯定能飞黄腾达。只要大家好好干，我给出的绝对是行业里最高的提成和奖金。谢谢威总，我们一定干好九州甄选。好，九州甄选所有的合作商资料已经带出来了，时间紧迫，过2天就是江城直播大会了。我相信我们绝对可以拿下全江城最大的供应商。喂，陈总，我是薇娅，我想和您谈一下诚心月饼的合作。薇娅，你上次把我坑得那么惨，我可不敢跟你合作了。陈总，上次是我不好，我以后一定多注意。不过您放心，只要这次您把诚心月饼交给我来带，我保证肯定能包单。看在秦明的面子上，再给你一次机会。哎呀，太感谢您了，陈总。不过我现在的流量是之前的几10倍，但看在您是老客户了，这佣金我也不多要，就分3倍吧。什么？佣金一涨就涨3倍？你怎么不去抢啊？你怎么不去抢啊？陈总，我们靠还不起，你找别人合作吧。陈总，哎，真是目光短浅，就分了3倍就不愿意再合作了。他不知道什么叫高投入高回报吗？这破月饼我还不愿意剥了呢。别生气，他们拒绝你是他们有眼无珠。月饼，巧了，我这边有一个更好的供货商，我们可以。这主意太好了，拿低价月饼包装成经典月饼去卖，价格低了肯定能爆。只要我们在直播大会上崭露头角，就一定能拿下江城所有的投资商。小雅，我可比你那废物前夫强多了。来吧。怎么样？
直播部的事情安排妥当了吗？那些老员工早就不爽薇娅了，听说她走了，都欢呼雀跃呢。而且我还把薇娅的资源拿出来分给他们，他们现在啊都斗志满满呢。干得不错，这个月奖金翻倍。谢钱总。对了，薇娅也要参加过几天的江城直播大会，还放出消息说要拿下江城的所有合作商。我知道，他和他的初恋范建合伙开了一家新公司。钱总，我猜薇娅并没有把她离婚自己创业的事情公开，我们要不要通知一下之前的品牌方呢？不着急，舞台还搭得不够大，我倒是挺期待，像他这种不把消费者和商家口碑当回事，只想着弄虚作假的人，到时候会是什么下场？哇，秦总好帅啊！秦明，我告诉你，你现在想挽回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挽留你？我看你还是想想怎么熬过今晚这场直播大会吧。秦明，我一定会拿下全江城最大的合作商，到时候你和你的小破公司就等着破产了。各位，我刚从秦明的9周甄选离职，现在新直播间是与微同行，我过往的成绩大家也都清楚，欢迎大家来找我合作。这不是9周甄选的头部主播吗？怎么跳槽了？公开抢老东家的生意，看来是闹掰了。薇娅，你当着秦总的面抢9周甄选的生意，是否太过分了？哪里过分了？商场如战场，何况大家做生意都是为了挣钱嘛。薇娅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和我们合作，大家才能赚得更多嘛。你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就这么肯定能拿下今晚的合作？我可是全网第1的带货主播，销售额破亿，难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今晚直播大会的第1名，只能是我。哦，那你可得把稿子背熟，毕竟不是自己写的，容易忘词。你，看来齐明是口气比较强的。小雅，我们别上头了，直播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稳住心态。一定会让他跪着来求我。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前来参加今天的江城直播大会，现场直播即将开始。首先，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全网头部带货主播薇娅。家人们晚上好，欢迎大家来我们狂欢节双12直播间。今天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做到历史最低价，错过要再等1年啊！哎呀，说这活动都能感觉到大家满满的热情了呢。话不多说，头部主播果然自带流量，这一次一定能赚翻了。来自我们粤泰的大芒果，果形圆润又甜又多汁。你们觉得芒果贵是因为平时都哄抬了价格？没错。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品质，这一看就甜。拿错了，拿错了。这种品质的，平时我们都是做肥料用的。那是。这个才是正宗的粤泰大芒果，又甜又多汁，大家赶紧下单。秦总，饭店都酸得面目狰狞了，还说甜呢？还有那个芒果，他都不敢切第2个，生怕第2个还是坏的，不敢收场。秦总，这一年都是您帮他选品和筹备，现在他自己干了，还真是漏洞百出呢。对选品不关心，对直播不上心，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还舔的口水都给我酸出来了。头部主啊，我看是招摇撞骗的骗子。接下来啊，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经典的品牌——城记月饼。这是我从小吃到它的牌子，大家都知道在外面卖的很贵的，原价899，但是在我们直播间呢，不要699，不要699，不要599，不要599，只要499。你没听错，只要499，只要499。3、2、1，上链接3天以上车，大家亲手做手慢无，就10万单，10万单。
10万的，10万的，10万的！你没听错，只要499。薇娅简直是胆大包天，居然打着我们诚心的旗号，拿假冒伪劣产品去忽悠消费者。陈总，不仅如此，我们关系还收到很多投诉，许多消费者要求按照直播原价去退差价。什么？这是要毁了我们公司啊！走，去现场算账去。月饼的牌子是什么？不是诚心吗？诚心？我没看错吧？秦总，薇娅她敢狸猫换太子，敢卖山寨货，她不怕吃官司吗？假冒注册商品，打着诚心的名号诱导消费者，老陈可不会轻饶了他。怎么样，秦明？没有你，我产品不也是卖爆了？是啊，你的诚心月饼的确卖爆，就是不知道，如果被人发现你卖假货，会怎么样？秦明，我看你是见我销售鹅膏眼红了吧？薇娅，你高价卖假货，就等着吃牢饭吧。卖假货怎么了？假货又吃不死人，什么样的价格卖什么样的货。那群蠢货真以为499就能买到真的诚心月饼吗？哎，就是啊，我们又没逼他买，哎，怎么又违法了？薇娅，你知道你这样的行为后果有多严重吗？虚假宣传侵权，不仅会被全行业封杀，还要罚款判刑。哎，小雅，别听他吓唬你，诚心的老板都不吱声呢，谁敢罚你啊？我看他就是嫉妒你，怕你拿下今晚的大单。秦明，你一直都见不得我好，还好我跟你离婚了，不然有你一个伥鬼在身边，我得一辈子都倒霉。算了，好言难劝该死鬼。既然你一心作死，那我也不拦你。哎呦，拦什么拦啊？我这大事好着呢。9980万，9990万，1个亿！小雅，你太棒了！1个亿，我们卖了1个亿啊！怎么样，秦明？1个亿？就是啊，有谁来惩罚我？有吗？薇姐，不好了，粉丝说产品是假货，全部都要退款，连咱们直播间都被封了。什么？薇娅，你居然敢卖山寨版的诚心月饼，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什么？薇娅，你居然敢卖山寨版的诚心月饼，我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陈总，你别是搞错了，我们牌子都不一样，最多就是读音有点像，凭什么可以追究我的法律责任？凭什么？你的月饼从包装到读音跟我们诚心一模一样，你这是在借着我们的品牌做虚假宣传。这薇娅是法盲吧？只要一点罪就虚假宣传了。是啊，借着经典品牌来虚假宣传自己的假冒伪劣产品，这一告一个准啊！薇娅，你不止假冒注册了我们诚心的商标，还侵犯了消费者的利益，这可是要10倍赔偿。10倍赔偿，10个亿啊！对，10个亿。陈总，我们知道错了，您大人有大量，就不要跟我们计较了吧。是啊，陈总，你网开一面，10个亿我们真赔不起啊！网开一面，你说的倒轻巧。你们打着诚心百年老字号的名声卖山寨货，严重损害了品牌的利益，你们就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吧。不要，陈总，不要！我不要做了，我不要交10个亿的赔偿。我们俩那么久的交情了，一定有办法扳我的，对不对？你这件事我也做不了主，现在整个品牌形象毁于一旦，就算是秦总的老婆，我也帮不上忙了。对了，如果秦总愿意出面帮你，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秦总，你是说秦明？秦
秦明，他这个废物怎么可能帮到我？秦总曾经在我们诚心月饼遇到困难的时候伸手相助，跟我们顾总那都是老朋友了。这些难道你都不知道吗？小雅，你在九州甄选任劳任怨这么多年，秦明帮你，这是他应该的，他欠你的。小雅，这不仅是10个月，搞不好我们要坐牢的。齐明，我想和您单独聊点事情，可以吗？齐明，齐明。好啊，陈总，失陪一下。说吧，找我什么事？秦明，我不知道这次事情会这么严重，你就再帮我一次。帮你？我凭什么帮你？齐明，你就当看在我们夫妻3年的情分上，还有我这些年为九州甄选出过的力份上，你再帮我最后一次。3年的夫妻情分，你说的是你忘恩负义撬走我的合作商，还是你婚内出轨给我戴绿帽？我承认这次是我太过分了，可我也没有选择啊！你在我妈妈临终之前答应过她会照顾好我的。我只会帮你这一次。喂，顾总，不好意思啊，刚刚的直播事故是我的疏忽，帮我处理一下吧。还得是秦董出马呀。薇娅，诚心月饼看在秦董的面子上跟你和解，但既然是你误导的消费者，你就得发正品的诚心月饼给他们，并且中间的差价你自己掏，公开的向品牌方道歉。谢谢陈总，只要品牌方能原谅我，我愿意接受品牌方的一切安排。哼。秦明啊，你这个老婆还是离了算了。败家娘们，迟早你们九州甄选的好口碑都给她败光了。今天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都想抽她。陈总，其实我跟薇娅已经……陈总，离我远点，看着你就烦。陈总，既然诚心月饼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你什么时候有空请你吃饭，我们到时候再商讨一下后面的事情啊。没空，我还得回去给你擦屁股，哪有空陪你吃饭？跟你合作真是倒了大霉了。秦总，那我就先回去了，改天请你吃饭。哪里的话，我请你才是。多跟秦总学着点，成事不足。慢走啊，秦总。薇娅，你刚刚打断秦总说话，是害怕别人知道你和秦总已经离婚，还带走九州甄选的资源，另立门户。这有些人还真是白眼狼，不仅带走老东家的资源，还当众诋毁老东家。薇娅，我看你真是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碗就骂娘啊！原来是这样，这薇娅和秦总离婚，离开九州甄选，还瞒着不肯跟人说。不仅借着老东家的名义狐假虎威，还背刺老东家，这人品确实不咋地。这也就是秦总有情有义，但凡换个人，不落井下石就算好的了，谁还会帮他呀？我看呀，这薇娅我们以后还是别合作了。秦总人品确实一流，这薇娅就是一个白眼狼啊！闭嘴！你别再给我胡说八道了。对呀，急于求成可办不成事儿。商业场上，诚信和口碑极为重要，你好自为之吧。秦明，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有什么资格以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对我说话？这些年来，我给公司拉了多少合作的人，不然你是什么？你拉来的合作，你知不知道这些合作商都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跟你合作的？小
笑话！要不是他们都看中薇娅头号主播的名气，怎么可能会选择你这个破公司？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几斤几两啊！头号主播，你要不要看看有几个合作商是在他成为头号主播之后才签约合作？这还不明显吗？之前的合作商看中的都是我的能力啊！秦明，别人喊你2句秦总，还真把自己当个大人物了。确实挺明显的，你的能力就是差点赔掉10个亿，公司刚成立就直接死。秦明，秦明，不过就是一个合作项目而已，咱们走着瞧，我一定会超过九州甄选的。好啊，我等着你。秦总，那个薇娅怎么那么蠢？还好您已经和他离婚了，不然不知道要被拖累成什么样了。是啊，他呀就是一个闯祸精，要是今天没有秦总帮他解决，10个亿赔不起他就得蹲局子。自大无脑。秦总，您和九州甄选经营这么多年，他薇娅还拿您的资源当成是他自己的实力呢。是啊，他还真以为大家和九州甄选合作是看在他一个主播的面子吗？我们可是看在九州甄选呢。真是蠢到无药可救。既然今天秦总也在，那我们就和秦总谈一下合作吧。秦总，那您可一定得给我们优惠呀，我们保证后期合作。好啊，各位，那我们就一起合作共赢。气死我了！我一定要把公司做起来，我要让秦明跪着求我。薇娅，没必要为了这种跳梁小丑生气。你之前在九州甄选干了3年，那手里的资源又不是只有陈果一个人，咱们再找找其他人。对，到时候再多找几个人，月底就是江城的商业大会，我薇娅一定要一鸣惊人，到时候有他们后悔的。对了，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给我把九州甄选的人都挖过来，高薪挖。秦总，今天的直播大会上，薇娅可是出现了2下，气得脸色都变了。他过于自信了，可能到现在都没有想通问题的根本。对了，秦总，薇娅最近好像对咱们公司老员工特别感兴趣。老员工们反映，薇娅已经私下里见他们好多次了。放心，让他去试。那些跟我们经历了风雨的老员工是不会被轻易挖走的。我也有同感。整个公司最看不清状况的就是他了。既然商场如战场，我们何不利用这一点，回敬他一个小节呢？这个主意不错，你来安排吧。这件事就交给你了。月底的江城商业大会我得准备了，争取让九州甄选再上一个台阶。好。魏总，我们已经与九州甄选的一些老员工取得联系了。对，我已经和他们沟通过了。我这边也有些进展。好，不管他们提什么条件，都要把他们给我挖过来。是。上班谁不是为了挣钱呢？我倒是要看看，在高薪高职位的诱惑下，他九州甄选还能剩几个人？是啊，毕竟谁会跟钱过不去呢？小王，你去找几个记者，等九州甄选的老员工过来后，让他们采访一下，再写点台词脚本，就说九州甄选压榨员工，导致员工集体跳槽。是。薇娅，你这倒实在是太高明了。秦明，等九州甄选名声受损，股票下跌，到时我再朝他们抛出橄榄枝，你的那些合作商都是我的。魏总，我们非常好奇，您是如何在短短3年内从大公司高层华丽转身，建立与微同行的？我这3年来之所以能够成功，都归功于我的不懈奋斗。魏总，你能具体说说吗？其实过程并不容易，我这3年来一直都在加班，不是996就是007，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模式几乎透支了我的每一份精力。
魏总，您的意思是九州甄选存在压榨员工的问题吗？在九州甄选，连休息都是奢侈的，不仅身体备受摧残，就连精神也备受折磨。这种以牺牲员工健康为代价的加班文化，简直是对人性的践踏。魏总，请问你有向公司管理层反映过相关情况吗？他们又是如何回应你的呢？九州甄选只会鼓励员工加班，哪还做得到和员工感同身受啊？正是因为这些问题，让我深感失望和无奈，所以我才选择离开，自己创业。九州甄选简直是太可恶了！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这件事情曝光出来，让更多人了解真相。魏总，您刚刚提到的精神上也备受折磨，具体是哪些方面呢？九州甄选这种违规的直播手段真的让人无法接受。我始终认为，做企业得讲良心，不能为了利益什么手段都上。待会儿九州甄选的3位高层要来我们公司入职，2位可以亲自听他们控诉下。您的意思是，九州甄选的高管要跳槽到您的公司？是的，他们都和我一样，都无法忍受那种为了业绩而不择手段的企业文化而选择离开。行，等他们来了，我一定好好采访一下。魏总，如果九州甄选真的有什么黑幕的话，我们做媒体的一定不会放过。2位实事求是报道就行，真相总会有大白日中。魏总，那几位高管什么时间到？马上就到。魏总，不好了，王经理说他来不了了。魏总，侯总晚上他不来了。魏总，孙主管这边也没消息。魏总，周主管也联系不上了。什么？他们怎么都不来了？什么？他们都来不了了？魏总，您刚刚谈好的那几位九州甄选的高管，他们都不来了吗？那您刚刚对九州甄选的那一番言论，是否是蓄意抹黑呢？我说什么？别猜了！你们怎么回事？今天不是跟我保证他们都会来的吗？我昨天确实已经跟他们联系过了，而且咱们给他们的工资还提高了50%。这样，我现在再打电话再联系一遍。赶紧啊，赶紧啊！你们继续联系，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中法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魏总还是联系不上。一群没用的东西，这个小事都办不成。你们几个接着跟我联系，要是他们几个今天来不了，你们全给我滚蛋！可不可以赶紧留下来？拍什么拍？回去还是滚回去！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别拍了！小雅，肯定是前面发现我们挖人，给了那些高管画饼，留下了他们，不然他们又怎么会放弃我们给的高薪，临时反悔？公司的秦明居然敢坏我的好事！小雅，现在正是公司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把他们3个挖过来。哎，有了！宫西记。不愧是你，走，我们去九州甄选。周总监、王经理、李经理，3位请留步。我知道你们留在九州甄选是有苦衷的，我只是不忍心看着你们被埋没。你们的事情我都知道，只要你们来与魏同行，这些事情我们都能帮你解决。我们的事你们就别不好意思了。九州甄选不仅压榨你们，还对员工生活上遇到的困难视而无睹。你说这样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冷血公司，那值得你们留恋吗？你们到底想说什么？哎呀，周总监，我知道你是为了孩子上学才被迫留在九州甄选的。还有王经理啊，我这边可以帮你母亲挂到神医圣水号。还有李经理，您的妻子要上户口了，这件事情我也可以帮你解决啊。薇娅，咱们哪有能力解决这件事情啊？你怕什么？我画饼把他们先挖过来，到时候到了我们公司，不就任由我们拿捏了吗？
三位啊，难道你们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待在只会压榨员工的九州甄选吗？那你们的意思是？我薇娅代表与薇同行，邀请大家的加入。薇娅，这么久不见，你还是这么喜欢偷人啊？青年，你最好给我放尊重一点，是你们先多行不义的，不像我薇娅是民之所向。你就真的这么自信吗？我保证，除了我上面说的那些福利以外，薪水我再给你们涨3倍。薪水我再给你们涨3倍。我就不信这么丰厚的条件还会有人拒绝。人往高处走，改变命运的机会可就摆在你们眼前。各位啊，可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呀！我们3个是不会跟一些行业。实话告诉你，你第一次来挖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告知秦总了。你们家里的事情都不想解决了吗？薇娅，用不着你假好心，我的事情秦总都已经帮我解决了。我的小孩现在上的不仅是江城最好的小学，还有海地名师亲自陪同。秦总早就帮我母亲安排了国内最好的医疗卡，还有我老婆的金氏户口，秦总你早就帮我解决了。我现在孩子都生2个了。这怎么可能？这秦明什么时候人脉这么广了？我们是不可能跟你走，我们3个跟秦总这么多年了，这中间的情谊，你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是不会懂的。情谊？你们出来打工不就是为了挣钱的吗？情谊能值几个钱啊？我们好心给你们提供高薪工作，你们这帮蠢货居然不要！魏总，你还是担心您自己吧。你的公司能不能活到明年再说吧？你们全是一群井底之蛙，我很快就让你们后悔今天拒绝我。青年，你给我等着，马上就月底了，我们到时候江城商业大会上见。秦总，看来他对月底的江城商业大会很有把握呀。我们那些大客户不会真被他挖走吧？不会的，我们的大渠道商看重的是九州甄选的品质和信誉，和他无关。也对，我倒是有些期待月底的江城商业大会了，看看他们公司到底怎么死。喂，李总，你忙不忙呀？我是薇娅，我这有几个不错的项目，肯定能赚钱。好的，李总。李总的合作项目基本上都拿下了。哎呀，还得是你亲自出马呀！当然，不然指着外边那群废物，公司迟早得黄。那是，小雅，你可是行业翘楚，到外面那一群废物，也就只能给你打打杂喽。不过呢，还有几个大合作商的单子没有拿下，看来我也得从别的方面入手。谭夫人，我第一眼见到这个项链就觉得它上面写了您的名字呢，我觉得也只有您才能带出它的气质来。你呀，鬼灵精，是为了老谭的那个订单吧？我回去啊，好好说说他，有订单肯定先考虑自家人啊。哎呀，那就先谢谢谭夫人了。秦明，你就等着瞧吧，你手里面几个最大的合作商，我薇娅一个都不会放过。月底的江城商业大会上，我会让你颜面扫地。大家继续工作，今晚搞不定客户，全员加班。是，李总。群垃圾！不是什么破领导，自己搞砸了合作，10分都往我们身上扣，我们这才来几天呀，就露出嘴脸了。
是啊，薇娅也太过分了，她把我们当九州甄选的老员工吗？好有那本事，我早去九州甄选。就是，而且你们发现没，薇娅给我们开的工资看着高，其实都是分开算的，底薪加奖金也就2、3万，底薪才5000，五险一金都是按5000交的。这算盘打的也太精了吧！我真受够了！我来这儿是来上班的，不是来听他骂人的。你们刚才也听到了，他一直在骂我们废物呢。我们才来几天啊！对，不干了！这薇娅就是个白眼狼。九州甄选秦总对她那么好，年薪100万她都不知足，还非要出来单干，在背后说秦总坏话。我们有这样的老板，对我们也不会是真心的。就是，走，我们不干了，不受我这气了。不好了！出什么事了，慌慌张张的？不好了，魏总、范总，咱们公司的那几个员工全部都要辞职，都不干了。什么？辞职？他们要造反吗？魏总，他们说跟着您干没前途，咱们的工资是分2部分发，社保基数太低，他们怕最后您给不到他们那么多钱。哦，对呀，我看他们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威胁我们涨薪发奖金是吧？一群白眼狼！公司没有收也不能全怪在我们身上啊，还不是你们？你几个意思啊？哎呀，你们没本事还找借口是吧？对啊，把这群吃干饭的废物全部开除了。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销售还不好找吗？啊？对，是谁带头闹事的？让他给我滚蛋！周扒皮，老娘可伺候了，就知道甩锅给员工，没能力开什么公司啊？你看你们这破公司，凭我的能力到哪儿不能混口饭？干什么干什么？公司能有你们这样的老板，迟早倒闭！不干了！对，不干了！就你们这样，还想看到九州甄选？痴人说梦！我们走。滚！哎，行了行了，别为这群废物生气。这群吃干饭的废物走了就走了，咱们再招一批就是了。走了就别回来求我！一群不知足的白眼狼。算了，我们先去找陈总。陈总的公司很大，我们还不能完全放弃。就这个。陈总，薇娅，你怎么来了？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哎呀，陈总，我知道之前是我做的不对，可我这不是亲自来给您赔罪了吗？哼，赔罪？你知不知道，你上次让我损失了500万，要不是秦明帮你说好话，我早把你封杀了。您放心，这500万我自己来赔给您。什么？你自掏腰包赔给我？对，我自掏腰包赔给您，只需要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回去吧，我跟秦明这么多年的关系，这点小钱儿，我不会跟他要的。陈总，虽然您和秦明关系好，但也不能让您吃亏啊。这500万已经给您转过去了，您就看在秦明和九州甄选的面子上，再给我一次机会嘛。行了，看来秦总已经教育过自己的员工了。这个月月底有一个大项目，5000万的货，你来接。5000万，谢谢陈总，陈总大气。哎呀！谢谢陈总，您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陈总，我们这次绝对按您说的办，绝对不会再出意外了。走。哎呀！向太、谭总、李总合作愉快，这一杯我敬你们。好，爽快。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多多合作。薇娅，能嫁给秦明也是你的福气啊！秦明这几年带你到处应酬认脸，这整个江城的合作商，谁不给你几分薄面啊？是啊，你可要好好谢谢秦明。
范家，难道真的是因为秦明他们才愿意跟我合作吗？怎么可能？他秦明哪有这么大本事？合作商肯定是看中了你的能力，才选择和你合作的。小雅，放眼江城，能有几个像你这样场场都爆单的主播啊？你说的对，我能有今天的成就，都是我自己拼来的。那这样想就对了，小雅。你把之前和九州甄选合作的4大商都拿下了，这下我们超过九州甄选指日可待了。我现在很期待明天江城商业大会上秦明的表现。秦总，和我料想的一模一样。薇娅这几天把在九州甄选这3年积累的人脉关系全都了解了一遍，看起来心情不错，应该是谈成了几个大单子。秦总，薇娅隐瞒了和你离婚、自己创业的消息，还借着您和九州甄选的名头跟别人合作，我们需不需要跟他们解释清楚？九州甄选的名头不是那么好借的，我的那些老朋友个个都是人精，要是让他们知道薇娅一直在骗他们，你猜猜会是什么下场？魏总、范总，听说你们最近接手了4大合作商的很多大项目，真的是太了不起了，恭喜恭喜啊！可不是嘛，魏总、范总，等你们公司做大了，可要照顾照顾我们这些刚起步的小公司啊！哎呀，都是江城人，互相帮衬是应该的。 4大合作商果然好使，这些小商家立马眼巴巴求过来。哟，这不是……哎呀，好久不见了。秦总看起来有些憔悴啊，是不是公司项目少了？愁的。 范建，你就别打击秦总了，我们秦总这会儿正烦着呢。薇娅，你就这么自信，能把九州甄选所有的项目收入囊中？那是当然，以小雅的能力啊，取代你啊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被人挖墙脚的，你不知道。秦明，从你那儿离职单干，是我这3年来做过最明智的选择。什么？ 薇娅，你从秦总公司出来单干了。薇娅，你从秦总公司出来单干了。是啊，谭总，不然是怎么给你那么低的价格的呢？我给你的价格可是比九州甄选低了3倍。谭总，您放心，之前不都是薇娅在给您对接吗？我们保证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是啊，谭总你放心，我们保证一切 都会没有问题的，陈总啊，向太、李总，你们也尽管放心。秦明，你看，离开你，我只会过得越来越好。短短1个月内，就拿下了江城4大合作商的项目。哦，所以就是你抢走了与九州甄选合作的4大合作商，是又怎么样？秦明，以小雅的能力，要不是在九州甄选白白浪费了3年，早就成江城的一把手了。现在只是要你几个合作商，你就偷着乐吧。秦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薇娅不是你老婆吗？她的公司难道不是你开的？没错，谭总，我已经和秦明离婚了。之前都是他拖公司后腿，导致销售量一直上不去。现在我自己开了公司，我保证销售量会一单比一单高。哎呀，虽然我已经离开了，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去打击报复九州，毕竟我们曾经夫妻一场，我也不希望看他沦落街头，一无所有啊！小雅，你就是太善良了，九州都这么对你了，你还替他们说好话？这俩人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谁不知道咱海城这4大金刚可是秦总的铁哥们儿？可不就是，这2个人是真蠢啊！你看谭总的表情，肯定是被蒙在鼓里的呀。 老秦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了救情人跟我离婚，又觉得自己能力超强，所以自己出来开了公司。你们刚不都听见了吗？他说用不了多久
就能超过我，还有我的九州甄选。没错，秦明，还算你有自知之明，我一定会超过你的九州甄选的。各位啊，咱们去旁边聊下接下来的项目，不要被某些人影响了心情。还聊个屁！我们是来解约的。我们是来解约的。恭喜秦总啊！我们几个早就劝你离婚了。哎，这个女人啊，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还蠢不可及。这几年啊，我们看着你被她祸害啊，都着急呀。是啊，秦总，我们早就看她不顺眼了，能力差，还自大的不行。每一次把项目交给她呀，我都提心吊胆的。现在好了，终于不用看在你的面子上跟她合作了。太好了，我们这几年可是深受其害呀，你可得好好补偿补偿我们。哎，谁能有我惨呐？这几年啊，对不住你们几个了，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哎呀，没关系，老秦，离了就好，离了就好啊。喂，薇娅旁边那个叫范什么来的？不会是她的老情人吧？对，叫范建。啊，对，范建，这个人我好像有点印象，他是那什么？哎呀，好了，不要理这些不相干的人。等大会结束了，咱们哥几个必须好好的给秦总祝贺一下。对，不醉不归。小雅，这是怎么回事？4大合作商怎么和秦明这么熟？我也不知道。哎呀，谭总，那咱们的合作？你骗了我，还敢跟我谈合作？我告诉你，我们的合作取消了。什么？合作取消？谭总，我怎么敢骗您呢？跟谁合作不是合作啊？况且我给您的价格还比九州甄选足低了40%呢。是啊，谭总，您就放100个心吧，我们又不会骗你，咱们以后常合作。给我闭嘴！你们两个自作聪明的蠢物啊！你已经跟秦总离婚了，谁还跟你合作？哎呀，谭总，我保证，就算我和秦明离婚了，咱们的项目一定能顺利完成，不会出问题的。薇娅，到现在你还看不明白吗？答应跟你合作，那都是为了给秦总面子啊！你们已经离婚了，你还以为你算老几呀？不过薇娅，你胆子还不小，敢顶着九州甄选的名号跟我们合作签合。喂，我是谭海，把薇娅公司所有的项目现在全部停掉，然后起诉他，让他赔偿我们公司所有损失。谭总，您不能这样啊！你要是取消合作，我这钱不都打水漂了吗？薇娅，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幸好我还没跟你签协议呢。向太啊，您不能终止合作啊！我们再多让点力，多给你点分红嘛。薇娅，你还真是个白痴，就你骗了老子！要不是看在老秦的面子上，我们都懒得搭理你。你还想自己开公司？我们公司是不会跟你合作的。李总，您不能取消合作。喂，我是陈国，我们公司跟薇娅的所有合作立刻停止，并且通知法务部追究薇娅欺诈违约责任啊，并且起诉他，让他赔偿违约金5000万。陈总，你要终止合作，还要我赔偿5000万的违约金？陈总，我已经赔过你500万了，为什么还要赔5000万呢？你以为签的那合同都是摆设呢？啊，那合同可是白纸黑字写着九州甄选包我们产品的所有的渠道售后，还有那些条款。你就拿你那破公司盖章，你知道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吗？我们签的合同上写的是九州甄选，要不是九州甄选，我根本就不会签那份合同。你现在要赔我的损失2000万，加上我的3000万，一共是1个亿。薇娅，你赔钱！什么？1个亿？我们哪有1个亿可以赔？薇娅，是你欺骗我才行。这官司你输定了，这钱你必须得赔。
对各位有所隐瞒，是我们有错在先。我们再降1成的价格，大家和气生财嘛。虽然薇娅已经离开九州甄选了，但是她依旧是行业翘楚。哎呀，真是蠢货呀！我早就知道这个女人蠢，没想到这男的比这女的还蠢呐！真以为自己成了头号的主播就了不起了？这个白痴大概还以为我们这几年跟九州甄选合作是看在他的面子上的。可笑！要不是秦总说让我们照顾他，我都懒得多看他一眼啊！哎呀，他也不想想，我们4个跟老秦那是10几年的合作关系。你不会以为我们看中的不是秦总人品和信誉，而是你吧？你们跟我合作，难道就是因为秦明和九州甄选吗？不然呢？你以为你是谁呀？啊？就以你的工作能力啊，遇到你我们是倒大霉喽！哼！你们跟我合作，就是因为秦明和九州甄选的面子上，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啊？谭总，这到底是为什么？九州甄选拿的货，我一样能拿到，我的价格还比他便宜4成，为什么就不跟我合作呢？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外面的货比九州甄选的便宜4成？告诉你，外面的货便宜8成的都有。哎，老陈，说不定薇娅给我们的就是便宜8成的货，倒卖给我们，中间商赚差价。啊，应该就是这样。是。我给你们拿的货都是质量一样，但是价格更低的货，价格一低，咱们赚的不就更多了吗？怎么他秦明星我怎么就不行了？你跟谭总比质量，那我请问，薇娅女士，你怎么确定外面的货跟我们九州甄选的一样好呢？我看了外面的货都有产品检测商标，我去看了那个商标，质量是一样的呀。薇娅呀，跟你聊天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你都工作这么久了，你还不明白，任何一件合格的产品，这成本都是固定的，不会降价。所以秦总和九州甄选的产品价格才会这么高，你懂吗？谭总，你是说我找的都是质量差的假货？1年前你还夸过我，你是夸我能力好，要是当了老板，你到时候一定会支持我的。还有陈总、向太、李总，你们都说过的，你们说我出来单干，你们都会支持我的，都会支持我。这都是酒桌上的体面话，我们不夸你，难道当着秦总的面骂你没脑子吗？什么？只是酒桌上的体面话？哎，你真是蠢到家了呀！好赖话都听不懂，还学着人家出来做生意呢？啊，薇娅，不光我们4个，你现在可以打电话给你那3年维护好的客户，你就直着跟他们说，你现在跟秦总已经离婚了，自己创业，需要他们的帮助。你看看他们是什么表现？打！小杨，他们几个肯定是联合起来吓你的，你赶紧给那几个老客户打电话。我就不信他前面有这么大的面子，能让大家都不跟你合作。他们肯定是吓唬的。喂，徐总，我是薇娅。魏总啊，我刚想找您呢。秦总最近是不是很忙啊？您帮我问问秦总什么时候有空，我亲自去拜访秦总。徐总，我跟秦明已经离婚了，我现在自己出来创业，你能不能跟我合作啊？喂，你们离婚了？哎呀，抱歉啊，魏总，我们公司最近不太景气，没啥能跟你合作的项目。啊，挂了。喂，喂，马总，我是薇娅，我现在自己出来开公司了，你能不能？不能，薇娅，你为什么要从秦总那儿离开？赶紧回去吧。和秦明离婚了呀？什么？那我还有事，先挂了。为什么之前你们都很愿意和我合作，可你们现在都在拒绝我呢？实话告诉你吧，之前能和你签约，是看在秦总和九州甄选的名声，无论是不是你，我们都会合作。
和你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前妻，你没1个亿吧？你破产了。破产了，破产了！薇娅，你个骗子！你不是说你都是靠自己能力打拼过来的吗？啊，搞半天全是靠男人，没有能力你还硬装！现在好了，1个亿，我们全都完了！范姐，这是在怪我吗？公司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哪件不是我在处理？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都怪你！你说你和九州甄选合作，上面关系好，你说他们一定会和你合作。现在呢，没有本事还吹嘘自己那么厉害，不然我怎么会和我老婆离婚，和你在一起创业？离婚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吗？范姐，你别忘了。当初是谁死皮赖脸的缠着我，说要跟我共创辉煌，现在失败了就把责任全部扣到我的身上，你还是个男人吗？你给我闭嘴！我呸！我打你怎么了？我今天不光打你，我要打死你！我操！别打我！秦总，大事不好了！这个叫范建的，他得了艾滋病。什么？什么？我刚刚听到范建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觉得很熟悉，就让人去查。果然，他就是3年前盗窃我手下公司财物的人，关了2年才出来。他还私生活混乱，还染上了艾滋病。假的，都是假的！你胡说八道！证据都在这儿了，你还想骗谁？秦明，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的，对不对？你疯了！给我滚一边去！范建，你个骗子！你不是也骗了我？你还真有这么大本事！可就算我是个人渣，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可就算我是个人渣，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啊！你的事还是留着跟警方说吧。带走！你！秦明，老公，我后悔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们复婚吧，是我太自大了，太狂妄了，我不该背叛你。你也看到了，我和范姐已经彻底结束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现在想让我原谅你，只要我一想到我在累死累活工作的时候，你拿着我的钱在外面养野男人，跟野男人鬼混，我就觉得恶心。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选的，是你亲手葬送了我们美好的未来。老公，你看在我这3年对你尽心尽力的。尽心尽力？这3年你都不知道拖累了秦总多少次，每次你得罪合作商，都是秦总出面替你说好话，要不是秦总，你都被行业封杀多少次了？都是秦明帮我的，这怎么可能？上次你因为错过交付时间，让谭总损失了300万；上上次你又因为搞错订单，让李总和向太损失了600万；还有上上次，你捅出了这么多篓子，都是秦总帮你善后，所以你才这么顺利。结果到现在你还觉得是你自己的能力，是吗？真是可笑！原来我到今天都有人在为我善后，我还以为我走到现在都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换来的。老公，我真的错了，我不知道是你帮我，不然我也就不会。不会什么？不会出轨，还是不会离开我自己开公司？不是这样的，我够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像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
永远不懂得知足与感恩。你必须为你今天的所作所为负责，我不会帮你的。老公，我不走。你要是不管我的话，我的公司就彻底破产了。难道就因为我犯了一件错，你就不要我了吗？求求你再原谅我吧。你根本没有害怕犯错。你只是怕失去我，因为没有我，你就完了。秦明，你还有没有人性啊？1个亿啊！你要是不管我，我那些真人都会吃了我的。我不想破产，我不想过苦日子。这不是自作自受吗？我不会帮你的。我们今天的商业大会还要开，我跟我的老朋友们该谈的合作还得继续谈。走开！滚！放开我！滚！秦明，秦明，你不能这么对我！秦明，秦明，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这样！放开我！秦明，都是你把我害成现在这个样子！你等着吧，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等我抓住机会了，就是你跪下来求我的时候。喂，菲亚小姐，你想打败秦明吗？谁啊？我可以给你一个打败秦明的机会，东山再起。你若是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回公司吧，我在你的办公室等你。堂堂全网大主播，没想到居然这么好骗。哼，看来这次啊，我可以好好的玩一玩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赵氏集团的3少爷，赵建然。就是那个掌控江城农产品货源的赵氏集团。我这次来啊，是想给你一个机会，推翻秦明和九州甄选在市场上的地位。真的吗，赵少？可是我在刚刚的江城商业大会上已经被封杀了。封杀？都怪那个废物秦明，要不是他，我怎么可能落到现在这个下场？没关系啊，九州甄选的大本营是在助农直播，而我们赵氏集团啊，掌控着整个江城的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我只要给你一个远超于市场的价格，哼，挖走秦明的货源，轻而易举。真的吗，赵少？不知道赵少需要我做什么？计划我已经有了，只不过要看你识趣不识趣。哎呀，赵少，价格的事情我做主，你放心来呀。赵少。番茄！张秀莲，你儿子竟敢私吞我们乡里的血汗钱，还有没有天理了？赶紧给我们退钱！乡亲们，我儿子怎么会拿大家的钱呢？真是冤枉啊！还说没有？他跟我们收苹果，每斤居然赚了1毛钱，这有天理吗？就是，我看得把张秀兰打一顿，他儿子才肯把钱吐出来。打！明明，打！住手！谁敢打我妈？好呀，秦明，你终于出现了是吧？快赔钱！坑了我们这么多人的钱，全都吐出来！我坑你们钱，我每斤苹果就赚你们1毛钱，我坑你们什么了？还说没啊？这些年你赚大钱，开公司盖房子，
都是从我们血汗钱里坑出来的。到底是谁跟你们说我是靠着1毛钱赚的？这些年我看村民们种地辛苦，想让大家能过上好日子，我就去拉业务跑渠道，以每斤高2块钱的价格收购你们的苹果，没日没夜的线下直播带货，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多挣点钱。现在你们过上好日子了，反倒出来怪我坑了你，我看你们才没有天理吧！为村里的乡亲们带货是你应该做的，你1分钱都不该做。薇娅，怎么又是你？怎么，怕我揭穿你背地里做的那些丑事儿？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乡亲们的事，反倒是你想干什么？秦明，这就是你不厚。要不是我的女儿把真相说出来，恐怕大家一直都被蒙在鼓里，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都被你给骗光了。没错，像秦明这种见利忘义的小人，蒙骗了大家这么多年，用大家的钱把自己养得这么肥，简直可恨。这些年要是没有我帮大家销售苹果，大家每年的苹果早就烂在树上了。你们现在反倒来怪我。秦明，都到这个时候就别装什么救世主了。你不收的苹果我来收。秦明给大家5块钱1斤，我直接涨到8块。大家把你们的货都给我，我带着你们一起挣钱。8块，当老板当傻。这可是赵氏集团3少爷赵建仁亲口答应我的价格。价格的事情我做主，你放心开价。太好了，斯维亚是我们的活菩萨呀！村长，还是你女儿靠谱啊！秦明，花钱！好言难劝，该死的。薇娅，还有你们，等着后悔吧。废话少说，还钱！差你们的钱我都会还给你们。不过你们今天闯到我家打伤我妈，以后要是出什么事情，别想我来帮忙。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嘴硬，到时候后悔的人是你。已经多出3块钱，我终于可以买4个轮子了。我们得烧高香，把薇娅供起来。哎呀，大家太客气了，都是乡里乡亲的。明天大家可以一起跟我进城去看一下合同。走。薇娅真的能把苹果卖出去吗？怎么可能？妈，赵总根本就没有一个叫赵建仁的儿子，他被骗了。哎呀，好漂亮啊！这个地方。两位请安静点，我去打个电话，你们在这儿等我好消息。我们好日子马上就要开始了。薇娅，我代表大伙儿谢谢你，这关键时刻还得靠你呢。等着吧。行。喂，赵少，你在公司吗？我来签合同，100多万斤苹果，8块钱1斤，这价格没有问题吧？8块钱，还100多万斤，你是想要我的命啊！没问题，没问题。不过我现在在出差啊，很忙，要不然你先去找苏总啊。睡一觉就想谈成上千万的生意，这蠢女人脑子有问题吧？哼！来吧。你好，我来找你们赵总。请问你有预约吗？没有，不过我是赵建仁女朋友，是他叫我来的。不好意思，没有预约不能见我们赵总。你没听清楚吗？我说我是赵氏集团3少爷赵建仁的女朋友，还需要预约吗？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啊？太好了，秦总，以后赵氏集团的未来就全凭你了。秦明，
太好了，秦总，以后赵氏集团的未来就全靠你了。秦明，赵总言重了，咱们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合作共赢。秦明，你怎么在这儿？怎么是听说我要以8块钱的价格和赵总签合同，所以你怕了，想来捣乱是不是？你们是？我是主播薇娅，这些是长福村的村民，我们是来找赵总签购买合同的。据我所知，这个长福村的苹果是秦明负责销售推广。本来是这样的，可是他心术不正，贪得无厌，想贪大家更多的钱，所以我们决定不用他了。他就是吸血鬼，5块1的苹果和我们说5块，哎，每斤足足贪了1毛钱。就是。那8块钱一斤又是怎么回事？这可是赵氏集团3少爷赵建仁亲口答应给我的价格。秦明，你不是说只有傻子才会给我这个价格吗？等我和赵总签了合同，我怎么打你的脸？赵总，您会跟他们签合同？赵总，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薇娅。首先，我没有个儿子叫赵建仁。其次，你们侮辱秦总就是在侮辱我，还想签合同？做梦吧你！就今年这个行情，8块钱一斤，小姑娘，你还没睡醒吧？把他们给我请出去！各位，请吧。哎，怎么会这样？薇娅，现在该怎么办？你倒是说句话呀！我还等着卖了苹果拿钱治病呢，你这不是坑我们吗？哎呀，你们放心吧，苹果我肯定能卖出去。不管你怎么办，哎，但是必须把我们家苹果全都卖出去，否则跟你没完。对，还得是8块钱一斤，少1分都不行。急什么急嘛？那我打个电话问问不就知道了？快打呀！打就打嘛。喂，少少，为什么赵总说你不是他儿子，而且不和我签合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前2天跟我爸吵架了，我没想到他怎么会怪你呀！哎呀，薇娅，你先别着急啊，那个总会有办法的嘛啊！喂，我是信号不好，我先挂了啊。真是麻烦啊！等我再多睡你几次，就可以彻底拉黑了。秦明，你给我等着！你不让我好过，你也别想好过。啊，这样舒服吗？舒服，太舒服了。喂，秦明，公司被人举报了，现在的业务受到了影响。怎么回事？有人举报我们公司跑到村里去招摇撞骗，坑村民的钱。看来又是薇娅搞的鬼。好啊，我知道了。儿子，没事吧？没事嘛，小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秦明，你就痛快的成为公司快干不下去了吧？还在这瞎子嘴硬呢。哎呀，真是厚脸皮。薇娅，想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对付我，少做梦了。我劝你啊，还是想想怎么去卖苹果吧，毕竟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找薇娅去。薇娅，咱们的苹果卖的咋样了？大伙儿都等着呢呀。是啊，这都过去好几天，咋一点消息都没有呢？你可别忽悠咱们吧！大家放心，我肯定会把苹果卖出去的。哦，对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走。薇娅，怎么办呢？薇娅，真不能再拖了。气象预报说过几天连续大雨，如果一旦被泡就完了。是啊，这些苹果都是我的命啊！小雅，实在不行，最低7块钱也行啊。各位乡亲们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出解决办法的。你就先回去吧。那小雅，你抓紧点啊！行了。
怎么办啊？我也没有办法。才3天，价格居然跌到了2块钱，这价可怎么办啊？齐明，没增之计，只有去求求他。齐明，真巧啊！哎，打住！可别像我这种自私自利、厚颜无耻、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白眼狼，可受不起你威亚大主播这种。齐明，我知道你还在怪我，那你错了还不行吗？现在村里的苹果都卖不出去，乡亲们都快急死了。你说再帮我一次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记得村里的苹果你都包了呀，找我干什么？你也有责任和义务的。打住！村里这么多人，就我一个吗？再说了，要论起责任跟义务，你薇娅跟村长应该排在我前面吧？你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把苹果卖出去，不然就等着承受村民们的怒。不许走！齐明，我以村长女儿的身份命令你，必须把苹果给我卖出去！你不就是个村长的女儿吗？真把自己当公主？谁给你的权利命令别人？再说了，你们不是都不认我吗？在我面前耍威，没用。你不是挺有信心的吗？不如这样吧，你跟你爸把村里的苹果都买了，这样既能解决村民们的问题。凭什么？我们家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难道我的时间跟精力就是大风刮来的吗？以后别再来找我了，不然小心我报警告你骚扰。齐明，你和我走着瞧，就算没有你，我也一定会把苹果卖出去的。不要再求他了，我重新给你搭建一个直播销售金牌团队。既然长福村忘恩负义，那就选长寿村这里吧。他们今年种植的苹果更多。村长，秦老板，您看我们村的苹果还满意不？整体的质量跟品相都还不错，不过这个价格我还……价格都好说，不过我希望你能把村里的苹果全收了。秦老板，这是我闺女依林，学校毕业就回村里工作了。依林啊，病还没好，不在医院老是待着，她干什么呀？你们也是，我劝她回去跟人瞎起哄干什么？村长呀，你可误会我们了，我们来是想跟你说，你那几亩苹果被水浸泡过，都烂了。对呀，咱们也想劝他，但你也知道，一听说苹果有了销路，这依林像打了鸡血一样，这拦也拦不住啊。我那几亩地啊，没就没了。我的想法和依林的是一样的，只要大家的苹果能卖出去。秦老板，我给您下跪都行了。村长别这样，别这样，大家都放心吧，你们的苹果我全收了。不过在这之前，可能还需要你们再破费一次。破费？您说要花多少钱？同样是村长，这差距也太大了。等一下，等一下，林村长，你可千万别听他的，这个人啊，就是个大骗子。骗子？你是？我是薇娅，隔壁村村长魏明的女儿，也是全网最红的带货主播。她刚吸完我们村的血，又来骗你们村的钱了。你别胡说八道，你们不识好歹，别影响长寿村发家致富。发家致富，说的是你自己吧？就是他，吸着我们村民的血，抽着好烟，喝着好酒，开着豪车，还泡着美女。你们敢跟这样的人合作吗？啊！我辛苦创业这么多年，开车、抽烟、喝酒，花的都是自己的钱，你别在这血口喷人。这个我同意，这确实说明不了。那你贪图村民的钱，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没错，这2年每斤苹果我只赚你们1毛钱。我就跟你明说了吧，回收公司给我的价格是5块1毛，我在线上销售的价格是5块，我给你们的回收价是4块钱，每斤苹果我只赚你们1块钱。哎，同意，都同意，同意。不过秦老板，这个价格我怕你亏呀。现在苹果市场价去到了2块钱了，这快递啊要是出了点问题，你还得贴钱呢。你这只光我们挣了，
你自己亏了咋办？对啊，我们这些年种植的苹果又生了虫，我们也不好卖，就辛苦你多拿点利润，只要把我们这些苹果呀卖掉就可以了。你们，我不同意，就算价格低一些也没关系。我不希望乡亲们过了今年还要重新找销路。长寿村有你这样的村民，真是好福气。我答应了。等一下，我今天来呢是有一个发财的机会，告诉大家，我手下有一个刚组建的金牌直播团队，可以把你们的苹果以8块钱一斤，甚至更高卖出去。啊，8块一斤？那要真是卖到这个价格，咱们真的是发财了呀！对呀，真的假的？那当然了，不过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我的直播肯定是要报酬的。我给你们的收购价是8块钱一斤，至于卖出去多少，那就要看我的本事了。林村长，你别信他的话，今年苹果的价格不可能这么高。你懂什么？我的直播面向的可是全球市场，你只知道江城的价格，你能保证其他地方的价格也是一样的吗？苹果的产量很高，目前已知的市场有限，你就算一块铁卖到国外也卖不到金价，你这样的价格怎么可能会有销路？好你个秦明，我看你就是诚心不想让大家有好日子过吧。你是秦明？大家不用想了，我们和秦明合作。为什么？因为我接触到市里的苹果商提起秦明，都说他信誉很好。他为了卖你们村的苹果，劳累到吐血住院。你们村居然为了区区1毛钱蝇头小利，就抛弃秦明这样的大神，真是鼠目寸光。他大神，我呸！我这次来可是带领你们发家致富的，你们却不跟我合作，选择了一个让我们村全部都唾弃的白眼狼。我看你们的眼光简直是差到极点了。你和秦明谁值得信任，我很清楚，我是不会看错的。好，反正我给过你们机会了，你们自己不珍惜，到时候可别眼红啊。秦明，你别得意，我会让你看到我是怎么把长福村的苹果都卖出去，带领大家发家致富的。秦老板，您刚才说的破费是什么意思啊？哦，距离下大雨还有3天时间，为了让苹果最后的品质再一次提升，我建议大家再施种一次钾肥，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哦，愿意，我支持你。对呀，依琳这么信任你，你让我们怎么做都成。你威信这么高啊！你为了我们又是住院又是吐血的，我们要是不信任你，那我们还是人吗？就是，我有一个建议，如果每斤苹果能给依琳1块钱，不能让她白受苦受累啊。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都是我分内的事，没关系的。那这样吧，林村长，本来赚你们1块钱是为了建立生产加工流水线的，不如就建在你们村吧，我们一起合作共赢。好，太好了！少少，这样真的可以吗？少少，这样真的可以吗？小雅，你就听我的，美女擦边主播多的是，但是像你这种顶流擦边美女主播直播卖苹果，那可不多见啊！去吧去吧。DJ， 来点动感音乐。集美们，现在和我一起把你的右手指到胸前，让我们一起擦玻璃。家人们，这是我们来自长福村的一款苹果，这个苹果质量非常好，而且我们只卖12块钱一斤哦。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小关小度，赶紧下单。我们这个还是48个小时之内发货的呢。12块钱卖得出去吗？销量啊，你们就放心吧，
我们可是专业的金牌团队啊！况且还有我们的大主播薇娅现场跳舞，绝对没有问题。快看，已经有人下单了！感谢欢聚食品的5万斤大单！我的乖乖，5万斤！哎，看，又有人下单了！感谢常州批发的8万斤大单！跳跳果汁直接下单10万斤，多谢多谢！哇，这也太厉害了吧！10万块钱一斤，我就可以盖新房了，等发财了，我还能买个小别墅呢！果然，秦明只会坑钱，而我薇娅才能带领大家走上致富的道路。小雅比秦明那个混蛋强100倍。就是。还没有联系上赵少吗？这都打包好了，马上要发货了，怎么就退单了呢？我们肯定是被骗了。为今之计，闺女，你跑吧，这每斤亏6块钱，就是把我们爷俩都卖了，也赔不起呀。不行啊，这土都埋半截了，他们还能把我拆了不成？闺女，你走吧。你有本事退单，有本事快开门！开门，薇娅！你快给我出来！这下真的来不及了。快，闺女，进里面躲一下。快，你快走。薇娅呢？薇娅呢？肯定是多彩了。薇娅呢？让她出来！还说8块钱一斤，现在单都退了，每斤2块钱，都打水漂了。把钱退给我们，否则拆你们家！对，都带走！大家都不要吵了。小雅呀，去城里面找销路去了。销路？我呸！他准是开溜了吧？哼，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先把这些东西搬走再说。对，搬走！我们家里这些东西能值几块钱？我给大家指条明路，大家一起去求救秦明。秦明？是啊，现在这个时候只有秦明。我想不到任何人能帮我们把苹果给卖了呀！好像是吧？妈，家里苹果都准备好了吗？车队有事耽误了一天，马上就到了。好了，都准备好了。好。秦明，你们来干什么？秦明啊，我们知道错了，看在大家都是一个同村的份上，你就帮帮大家了。好吧，就帮帮大家。你们不是想卖8块钱一斤发大财吗？来找我干嘛？别提了，那帮人都是骗子。这卖苹果还得是您呢。哎，别！我只是个黑心贪财的人，靠不住的。秦明，我们真知道错了。你看这样。我们4块钱卖给你，你每斤赚1元，再把以前的东西退给你，怎么样？那你们亏的也太多了吧？不过我没兴趣，还是留着卖8块钱一斤给你呀。小雅呀，她是涉世未深，你们毕竟是夫妻一场，就不要再和她计较了吧。他涉世未深，那你呢？如果没有你在背后给他撑腰，他一个人敢拿全村人的生计开玩笑吗？还有你，如果2年前没有我，你们早就倾家荡产了。结果呢？你们不光侮辱我，还打了我妈，现在来找我帮忙，晚了。终于逃出来了，把大家引到秦明家，老爸还真是机智。美女，请问这是唐福村吗？没错，你们是来干嘛的？哎，我们是来收苹果的，都耽误1天了。太好了，他们是赵建仁的人，我可以不用跑了。喂，爸，我们不用去求秦明那个混蛋了。什么？车子已经进村了？我的好女儿，我为你骄傲啊！乡亲们，
这车子耽误一天，现在车子已经进村了，我们没必要再求他了。秦明，你真是丧尽天良的白眼狼，我们大家都跪着求你，你还不答应，你真是猪狗不如的东西！你现在没必要住在长福村了，马上给我滚出去！还逼我们下跪，不要脸！对我们长福村不欢迎你，快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好，我正有此意。跟你们这种见利忘义、两面三刀的人待在一起，我自己都觉得恶心。像你们这种利欲熏心、不知感恩的人，我绝对不会原谅。我呸！哼，你就别以为你能卖点苹果就了不起，还让我们供着。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女儿在一天，你就甭想吸乡亲们一滴血。吸血鬼！吸血鬼！我们走，走！呸！走！他们怎么这样？妈，不用跟他们废话，车队马上到了。还是村长的闺女呀，她是我们村的大救星啊！是啊是啊，我早就觉得薇娅这丫头能行。现在知道我没有骗你们了吧？薇娅，你放心，我们大伙呀都看在眼里了。你每天往城里跑，我们很感激啊。是啊，我们可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下村长，我就选薇娅了。我也是薇娅。大家快欢迎李总！大家太热情了，不用这么客气啊。看到了吗，秦明？就算没有你这个吸血鬼，我们一样能把苹果卖出去。走，去搬苹果。等等，这里是长福村吧？没说要收你们的苹果。你不是赵建仁叫过来收苹果的吗？赵建仁是谁？没听说过的。怎么可能？那你是谁叫来收苹果的？当然是我。是你？怎么不信啊？李斯，你跟他说吧。没错，是秦总让我们去长寿村装苹果，但没说要收你们的。兄弟们，上车！哎，不行！秦明，反正的车有这么大，我们长福村的苹果也没有多少，不如你就都收了吧，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对对对，都乡里乡亲的，就帮帮大家吧。是呀，叔是看着你长大的呀。是啊，上次是我们不对，我们向你道歉。现在知道给我道歉了？忘了你们之前怎么说我的了吗？忘恩负义，黑心。忘了你们之前怎么对我妈的了吗？忘了你们之前是谁举报我的了吗？我这几年鞠躬尽瘁，换来了你们的发家富贵，结果却得到你们冷血背刺。现在还想让我给你们收苹果，简直白日做梦。兄弟们，走。不许走！你今天必须把我们的苹果给收了，大家是不是？没错，今天你们必须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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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买！收你们的苹果，凭什么？凭什么？就凭你是长福村的人，你从小在这儿长大，帮助我们大家是应该的。对，这是你的责任和义务。你们凭良心说，我没帮你们，少得寸进尺。秦明，你够了！你这样忘恩负义，还配做我们长福村的人吗？你再这样，信不信我们把你赶出去？那我还真是求之不得。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原本就没有想在这破地方待着。今天过来，就是为了收长寿村。今天就是我在村里最后一天，说我忘恩负义，把我赶出去，你们好大的脸啊！秦明，你少废话！你要是不收我们村的苹果，你就别想出我们的村。没错，今天你们必须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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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买！臭家伙，你们必须买我们的苹果！怎么急眼了，想耍无赖是吧？耍无赖怎么？你能拿我们怎么着？李斯，准备报警！我看今天谁敢动，谁动我送谁去吃牢饭！你动动脑子，好好想想，前2年是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又是谁让你们的日子走向深渊？你别胡说，我这都是为了大家好。那大家的日子好起来了吗？我试问问你们几个，去打听打听行情，现在市场上谁愿意给你们超过4块？我给你们5块，你们还不知足。我说你们贪得无厌，说错了吗？
信哥，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去长寿村了。啊，蔡总，你真这样做啊？我这3年做的，对得起你们来贵。从此我与长福村再无瓜葛。好了，抓住他！一切都是你们害的，你们还想跑？你还想跑？要不是你，我早就可以盖新房了。还说可以卖8块，屁都没卖出去，还不是怪你们太贪心了，怎么都可以怪我？小子，不是你忽悠，我们早把苹果卖给秦明了，你还说我们贪心？是啊，哪里做了便宜的事？你要赔偿我们损失，赔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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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了，全村这么多苹果，就是把我们爷俩卖了也赔不起呀！别听他妈的废话，把人家房子拆了！走，你拆咱们家！走！别让开，让开！丫头，之前我就跟你说过，这苹果不是那么好卖的，否则几天前我们也不会给秦明下跪呀。爸，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都怪秦明那个混蛋，要不是他，事情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子啊？丫头，说句公道话，这事儿真怨不上秦明。事情都这样了，就算了吧。爸，你别说了，我跟秦明没完。这件事情你要是不管，那我就自己来。我管还不成吗？喂，明明，放一个。赵建元，你个大骗子，你把我害死了，你还敢来？小雅，你听我给你解释啊，我真的是赵总的亲生儿子。之前我爸答应了，确实要以8块钱的价格收购，但是秦明和他的那群朋友啊，研究出了苹果的加工方法，一下子就占据了主动权。现在啊，整个江城的苹果生意都得看他的脸色。原来是这样。秦明这个混蛋，不仅害我被我爸赶出了公司，还要举报我贩卖公司机密的事，我一定不会放过他。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一起商量下子。不到2天，仓库和加工车间都建好了，真是要感谢乡亲们的帮忙啊！你的事啊，就是大家的事，有了他们啊，咱们就高枕无忧了，是不是？是啊，自从和你签了合同，乡亲们积极性空前高涨，别说是仓库和加工车间了，就是让他们帮你建厂，他们都愿意。而且啊，现在他们已经自己组建了行动队，日夜帮你站岗呢。还是要感谢大家的帮忙啊！我怎么都没想到我会住到这儿来。几天前，我还在为长福村的苹果到处奔波呢。那是他们目光太短浅，撵走了你这尊财神爷，有他们苦了。你说的对，我已经看过天气预报了，马上就要下大雨了。长福村今年没希望了。完了，全完了！一场大雨，我们家苹果全烂了。都是你们！本来今年苹果大丰收，能赚更多的。薇娅，你也太坑人了！你们搞我们有什么用啊？家里面东西都分了，家里面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承认这件事情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呀，我还不是为了帮你们出头。这件事情要怪就只能怪秦明。人家秦明辛辛苦苦帮我们卖苹果，有什么好怪的？你们应该早就听说了吧？秦明和他的朋友早就研究出了苹果加工销售的办法。苹果在他的手上现在就是个宝贝，如果他早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又何必去跟他计较那2毛钱的呢？他分明就是诚心的，啊！魏丫头，你这么一说，还有点道理。秦明有功，早是让我们知道，苹果市场他说算，我们怎么会跟他作对呀？这不是挖的坑等我们跳吗？他能垄断苹果市场，那还跟我们计较这1毛2毛的，分明就存心的。没错，他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而且我听说他跟隔壁长寿村的村长女儿勾勾搭搭的，肯定有一腿。他就是借着这个理由去长寿村的，是他让我们变成这样的，我们也绝对不能让他们好过，对不对？各位，敢不敢跟我干一票大的，烧了他们仓库？干！把合同，我去，我也去，我去，
我也去。还有我也去。好，我们一起去。大家在这儿等我的消息。我在长寿村已经有人踩点了。田老板，我在仓库附近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赵建仁，他怎么会在这儿？恐怕是来者不善。是那个坑入长福村的人吗？嗯，我猜他多数是来搞破坏的，不如我们将计就计。真有你的，这主意不错，就这么干。终于出了口恶气。对呀对呀，这下看秦明还怎么嘚瑟。走走走。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走，吃不了兜着走的是你吧？知道纵火罪怎么判吧？就等着进监狱吃牢饭吧。你们怎么在这儿？你忘了你自己跟我说过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妹妹，我真没想到你会为了一己私利做到这种地步，你简直是丧心病狂。你不是赵氏集团的3少爷吗？你也傻得太可爱了，他不过就是为了睡你罢了。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会帮你收购苹果吧？还有你，魏明，你作为乡亲们的村长，不为大家考虑，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你跟林村长还有依林比起来，不觉得害臊吗？还有你们，一个个的为了蝇头小利贪得无厌，我真后悔这2年帮了你们。算了，言尽于此，剩下的就交给律法吧。剩下的就交给律法吧。有些事还是看看这样再说吧。你放开我！好，我们也走吧。我们也走吧。这仓库稻草烧的值吧？是啊，没想到你还是个有勇有谋的贤内助呢。什么贤内助？我可没答应要嫁给你。你是没答应啊，但是你爸跟我妈都把日子定好，就等着办酒席了。啊？